我是李志远，曾经的海城李氏集团唯一继承人。一夜之间，我被人算计，落得终身瘫痪，家破人亡。我的妻子舒莫言是海城顶尖外科医生，也是唯一能为我做手术的人，可她偏偏不肯动手。我日日被剧痛折磨，大把吞服止痛药，她却抱着我假意安抚，说手术风险太大，愿意陪我一辈子。直到我无意间听到她和闺蜜苏秀赫的通话录音，我的世界彻底崩塌。录音里，舒莫言亲口承认，她联手他人做伪证击垮李氏，逼死我父母，把我送进园区致残。她不肯做手术，只是怕我好了以后威胁到她心尖上的秦云婷，要彻底铲除我这个障碍。手机从我手中滑落，录音还在继续。苏秀赫的疑惑，舒莫言的狠绝，字字扎心。原来我亲近信任的妻子，才是毁了我一切的元凶。曾经的李氏掌控海城经济命脉，我步步踏实，谨言慎行。可如今，所有的美好瞬间化为乌有。我以为舒莫言是黑暗里的救赎，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指望。专家明明说我的伤有康复希望，我苦苦哀求他做手术，他却用温柔的谎言一次次欺骗我，把我困在绝望的深渊里。若不是手机自动录下这段通话，我恐怕这辈子都要对着仇人感恩戴德。真相像一把钝刀，割碎了我最后一丝执念。我浑身无力，从床上狠狠摔落，绝望到窒息。我攥紧自己，用皮肉的疼痛换取片刻清醒，偷偷备份好这段录音，藏进怀里。舒莫言推门而入，佯装惊慌地扶起我，满脸心疼。看着他虚伪的嘴脸，我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他。我颤抖着抬手，再次恳求他做手术。我宁愿赌上性命，也不想做个废人。可他瞬间冷了脸，指责我自私，拿我的身体当借口，甚至嘲讽我执拗不堪。他明明懂动不了的煎熬，懂我刻入骨髓的幻痛，却依旧用温柔的话术搪塞我，不肯给我一丝生机。我嘶吼着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宁愿死也不想苟延残喘。他却只是敷衍地抱了抱我，提起祭祖的事，转身离去。望着他决绝的背影，我再也绷不住，趴在被子里失声痛哭，满腔的爱意与希望彻底死在了这个绝望的时刻。我如今成了瘫在床上的废人，哪怕听到了舒莫言，我的妻子，那位海城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的录音，我心里竟还抱着一丝可笑的幻想，觉得他只是怕手术风险，才不肯为我医治。我早就在网上问过国内权威的医生，那人还是舒莫言的老师，他明确告诉我，现在正是我做手术的最好时机，恢复的概率极大。舒莫言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他只是不愿罢了。良久，我从悲伤的眩晕里缓过神，挣扎着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律师并非我的委托律师，而是舒莫言家里雇来的人。电话接通，律师先开了口，问我是不是终于想通了。我没多说，只应了一声。他的语气里满是耻笑，说这么板上钉钉的事，我居然拖到现在。还说他的委托人原本都想让他起诉离婚，幸亏我想通，省了他不少功夫。他还替舒莫言带话，说我既然选了离婚，就离他远点，别再打扰他的生活。我听着一言不发。早在李家倒台的那一刻，舒莫言的母亲就派这位律师联系过我，可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离婚。我曾无数次求过律师，求过他的母亲，我说舒莫言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是我的救命稻草。直到此刻我才彻底明白，舒莫言从来都不是我的救赎，而是将我彻底压垮的那座大山。如今我身残家破，只剩一副瘫在轮椅上的躯壳。我终于看清，舒莫言，我的妻子，海城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他出现在我生命里的唯一目的，就是毁掉我，让秦云婷踩着我的一切登上顶峰。舒莫言又一夜未归，不用想，他定是去见了秦云婷。秦云婷曾是我让他代替我入赘海城首富林家的人，也是舒莫言放在心尖上的人。次日一早，我在家收拾东西，舒莫言推门而入，身侧跟着的正是秦云婷。他站在门口，脸上挂着假意的委屈，仿佛我欠了他天大的恩情。当年我不愿接受家里安排的商业联姻，舒莫言提议让秦云婷替我入赘林家，这本是两全的事，可他却总把这份成全当成我对他的亏欠，次次在我面前摆出受害者的模样。他对着舒莫言柔声叹气，说每次见我，心里都满是难受，话里话外都暗示若不是我，他和舒莫言早已相守。舒莫言满眼心疼，当即说这是我欠他的，他会替我一一偿还。秦云婷又转头看向我，假意温和，说得知我要回山城祭祖，他也想一同前去祭拜我的父母。他脸上装着恭敬，眼底却藏不住的得意与骄傲。他是这场算计里的胜利者，而我是任他拿捏的败者。我怒目瞪着他，满心愤懑，可除了这样，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任由这对男女在我面前上演这场惺惺作态的戏码。我连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看了秦云婷一眼，就换来了舒莫言劈头盖脸的辱骂。在他眼里，秦云婷如同至亲，而我这个瘫痪在床的丈夫，连拒绝他同去祭拜父母的资格都没有。他当着秦云婷的面，不肯给我半分体面，字字句句都在指责我小气、无理取闹，甚至骂我有病。我懒得再做无谓的争辩，侧身躺了过去，任由他们在客厅里自顾自的谈笑风生。视线无意间扫过床边，一张孕检单猝不及防撞进眼里，上面清晰写着舒莫言已怀孕1个月。我的心猛地一沉，我早就没办法和他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唯一的念想只剩之前我们一起做过的试管婴儿。我还没理清这纷乱的思绪，舒莫言就端着水杯和药走了过来，柔声劝我吃药休息。我没多想，喝下了水。没过多久，眼前的世界便天旋地转，彻底失去了意识。等我从昏沉中勉强醒过来，人已经被挪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卧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的声音一字一句扎进我的耳朵里。我终于彻底看清，那杯水根本不是为了让我好好休息，里面加的安眠药就是为了把我迷晕，不打扰他们。舒莫言怀的孩子从来就不是什么试管成功的结果，而是他和秦云婷的骨肉。他甚至早就盘算好了，要把这个孩子安在我头上，让我这个动弹不得的废人替仇人养一辈子孩子。我曾拼了命珍惜的深情，视若救命稻草的救赎，从头到尾都是为了秦云婷精心编织的谎言。我躺在冰冷的沙发上，浑身使不上力气，
只能任由那些话凌迟着我的心。我攥紧了留在手边的手机，忍着蚀骨的恨意，录下了这整晚的一切，也录下了他们所有不堪的真相。舒莫言，他从来都不爱我，我不过他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那天在李家，我的心像是被彻底揉碎，眼泪止不住的从眼眶涌出。我想冲上去戳破他们的不堪，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他们在里屋胡闹了一整晚。我什么都没说，攥着前一天落在客厅的手机，偷偷录了一整晚。第二天一早，舒莫言扶着我上了车后座，秦云婷也跟着坐了进来。昨晚那些刺耳的声响还在我耳边反复徘徊，可他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当着我的面说说笑笑，一路开车回了我的老家。进屋后，舒莫言说他拿了纸钱，让秦云婷推着我去祠堂。他笑着应下，刚把我推进祠堂就反手关了门，把舒莫言的视线隔在门外，脸上的笑瞬间变得肆意又疯狂。他嘲讽我成了废人，还缠着舒莫言，抬手掀翻了我的轮椅，我摔在地上，直直跪在爸妈的照片前。我拼了命也站不起来，四肢完全不听使唤，只能脸贴着冰冷的地面，嘶吼着问他到底想要干什么。这间许久没人踏足的祠堂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每一次呼吸都会吸进满口的灰。秦云婷，我曾经最信任的兄弟，看着我瘫在地上的狼狈模样，笑容愈发疯狂。他抬脚穿鞋直接踩在我的脸上，居高临下的睨着我，骂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告诉我，我的妻子舒莫言这几天根本没上班，休假的日子里，他每天出门都是和她约会。他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凑到我眼前，给我看一张张刺眼的照片，旁人拍的他们亲密相依的画面，深夜对饮的合照，还有我从未见过的舒莫言娇媚赤裸的私密照片。从缅北回来后，我早已家破人亡，本以为这辈子都配不上舒莫言，是他主动向我求婚，说要一辈子照顾我。那时的我早已没了行夫妻之事的能力，从来没见过他这般模样。心脏的剧痛瞬间盖过了四肢的麻木，我呼吸越来越急促，尘土混着痛苦死死掐住我的喉咙，窒息感一点点攀上心头。可秦云婷只当我是怒极失控，她看着我放声大笑，说还有更让我动怒的事，随即缓缓转过头，冰冷的目光直直锁定了我母亲的骨灰盒。秦云婷，我曾经最信任的兄弟，此刻盯着我母亲的骨灰盒，笑着问我妈下葬时带的那只价值几百万的玉镯是不是真的？我疯了一样哀求他，要钱我全都给，求他别碰我母亲的骨灰。可他随手拿起骨灰盒，邪笑着逼我再看一眼妈妈。我撕心裂肺的喊出不，他还是直接打开了盒子，翻出那只玉镯，吹掉上面的浮灰。妈妈的骨灰顺着风轻飘飘落进了我的嘴里。他把玩着玉镯，说要拿回去送给我的妻子舒莫言，他肯定会喜欢，还疯狂嘲讽我，说我只能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看着，什么都做不了。最后一丝理智被愤怒彻底撕碎，极致的恨意竟让我生出了力气，麻木许久的四肢奇迹般动了起来。我抄起手边的石头，狠狠扑到秦云婷身上，嘶吼着让她看看我有什么办法。就在这时，舒莫言的喝止声突然传来，我猛地回头失神的瞬间，秦云婷一把将我掀翻在地，奇迹转瞬消失，我再次摔回满是尘土的地面。她转眼扑进舒莫言怀里，满脸委屈的哭诉我装病想杀他，哭着求舒莫言救他。我趴在祠堂满是尘土的地上，嘴巴贴着冰冷的地面，朝着舒莫言拼命大喊，求他扶我起来，听我好好解释。可我的妻子舒莫言径直走到我身前，手里举着我母亲的骨灰盒，眼中的愤怒几乎要将我彻底吞没。她厉声质问我，秦云婷好心帮她推我进祠堂，我却反过来要伤人。她说本还可怜我身体残疾，父母双亡，一心想着好好照顾我，没想到我竟如此小肚鸡肠，容不得她身边有半个异性。她越说越激动，声音渐渐变成了怒吼，说自己辛苦照顾我这么久，我却一直在欺骗她。原本早就盘算好给我做的康复手术，现在也完全没必要了。我拼了命想张嘴解释，可他根本不给我半分机会。他举着骨灰盒，把里面的骨灰狠狠全倒在我的脸上，尘土混着母亲的骨灰糊满了我的口鼻。随即他用力一甩，空骨灰盒狠狠砸在地上，摔得粉碎。我母亲最后一点体面，就这么被他的儿媳彻底碾碎。我永远记得母亲临终前紧紧抓着舒莫言的手，哭着求他好好照顾我。母亲掏心掏肺对他好了一辈子，到死连最后的安息之地都被他摔得稀碎。他满眼冰冷的怒意，对着瘫在地上的我怒吼，说母亲的骨灰是他亲手收拾的，既然我能有动作，就该自己重新收拾干净。他直言自己的车绝不会在我这种心胸狭隘的人。话音落，便喊上秦云婷，两人头也不回地走出祠堂，留我一人在原地。我拼尽全身仅剩的力气，伸手抓住他的裤脚，用尽气力挤出救命二字，却没换来他丝毫的回头与怜悯。我瘫在满是尘土的祠堂里，母亲的骨灰混着灰尘往嗓子里钻，窒息感死死裹着我，连抬手翻身的力气都没有，生机一点点从身体里消散。想起从前意气风发执掌李氏的自己，如今竟要在父母的灵像前这般狼狈离世，无尽的绝望和黑暗将我彻底吞没。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去见爸妈时，老家的邻居来祠堂祭拜，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急忙喊了救护车，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邻居把我紧急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幸亏送医及时，再晚一步就彻底回天乏术了。我忍着身体的剧痛问医生，为何愤怒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有了力气站起身？医生告诉我，我的手脚筋这些年其实已经慢慢自行长合了些许，只是新生的经络格外脆弱，愤怒引发的肾上腺素能让我短暂用上力气，只是这种力气用完，
经络便会再次断裂。听到这话，我彻底心凉。他从来都知道我能做手术恢复，只是从始至终都不愿为我操刀罢了。这时，舒莫言母亲委托的律师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和离婚证一同寄到了医院。我立刻联系上一位愿意为我做手术的医生，对方说手术需要去京城做。我叫上张叔回了趟曾经的家，看着空荡荡的别墅，心里五味杂陈，让张叔先离开，想自己单独待一会。不过3天，舒莫言便回到了这个被他亲手毁掉的家。他回到家，像往常一样张口喊着我的名字，回应他的只有满屋子的空荡回音，再无那个会应声的我。那一刻，他心里定然生出了一丝慌乱与不安。他连鞋都没来得及脱，便疯了似的在屋里四处找我，跑遍了别墅的每一个角落，都没看到那个本该坐在轮椅上的身影。他累得满头大汗，扶着餐桌想给我打电话，却心神不宁地碰掉了桌上的文件。他颤抖着蹲下身捡起文件，离婚证3个大字格外刺眼，旁边还有签好的离婚协议，以及我在老家医院的详细检查病历。他看着病历上的每一行字，定然彻底明白了。我从来都不是装病博取同情，只是情绪爆发时透支身体才短暂站了起来。他也该猛然想起秦云婷包里那只来路不明的玉镯，还有那只被他亲手摔碎的母亲的骨灰盒。那一刻，他心里定然生出了怀疑，怀疑是秦云婷故意在祠堂欺负我，只是他打心底不愿相信，拼命摇着头想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赶走。可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便会疯狂生根发芽。就在这时，秦云婷走进了家门，看到桌上的文件便随手拿起来翻看，眉头越皱越紧，还不停指责我，说我是故意闹脾气提离婚，甚至联合医院出假证明，还骂我小肚鸡肠，一个残废还敢摆架子。说着，他的手便习惯性地攀上了他的腰，想和从前一样撒娇讨好。可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纵容，直接伸手打开了他的手。他冷冷告诉秦云婷，他是专业医生，看得懂证明的真假，还说要去厨房做饭，让他去屋里换衣服。秦云婷讨了个没趣，悻悻地收回手，把包丢在桌上，转身进了屋。看着秦云婷进屋后，舒莫言走到桌前，打开了他随手丢在桌上的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只玉镯。那是母亲的玉镯，母亲火化时是舒莫言亲手将骨灰装进骨灰盒，也是他亲手把这只玉镯放进去陪葬的。这只玉镯质地极佳，触感顺滑，他一直印象深刻。指尖触碰到的那一刻，他便几乎确定这就是母亲的那只玉镯。他忽然想起自己从前曾和秦云婷提过这只玉镯的事，心底那丝被他强行压下的怀疑瞬间疯狂蔓延开来。就在他愣在原地思索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门外的人出声询问秦云婷是否在这里。他看着门外的人，觉得格外眼熟，4年前正是这2个人用一模一样的话来家里找过秦云婷。那时他们说秦云婷从园区回来后，帮着坏人骗了不少人，可他当时根本不信，还拼尽全力为他开脱所有罪名。后来园区那边传来可以交换人质的消息，他就借着旅行的由头把我送进了那个地狱。我从前一直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是他一时糊涂，可现在我才明白，我所受的所有折磨，他其实全都心知肚明。我在园区时，舒莫言和秦云婷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了我身上，我稀里糊涂成了帮凶，警方的调查重点也转到了我身上。秦云婷暂时脱了干系，但这次我整理的证据对秦云婷来说都是致命的。警方要查的不只是这一件事，还有我母亲那价值连城的遗物失窃案。我是案件当事人，刚做完手术还在疗养院没法出院。传讯当天，海城警方特意给我录了现场视频发过来。视频里，警察一进门，秦云婷脸色微变，却还强装镇定。警察拿出搜查令，表明身份后，告知秦云婷她涉嫌跨国诈骗案和遗物失窃案，需要配合调查。可秦云婷还在狡辩，说警方办案不严谨，还声称事情都是李志远做的。他对遗物失窃一事毫不知情，甚至质问警方宁愿相信一个残废的话，也不相信他。他嘴硬犟辩的话里，却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警察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我是舒莫言，那日在李家，警察突然到访，身旁的秦云婷是我一路帮扶至今的人，他能有如今的一切，多是靠我帮衬。警察的话让秦云婷露了马脚，他们并未提及举报人，秦云婷却脱口而出是李志远。警察当即要求秦云婷跟他们走一趟，秦云婷瞬间慌了神，眼神里满是求助的看向我。他打心底里怕跟警察走，更怕进警察局遇上难事，他向来第一时间找我想办法。我心里清楚，自然不会像从前那般失态，只是轻声向警察询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毕竟之前的事都已解决。可警察根本没理会我的话，直接拿出了传唤令。秦云婷急了，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连声让我想办法，说他公司正是关键时候，不能因这点事前功尽弃，语气里满是急切和慌乱。我皱了眉，反问他不过是配合了解情况，何必这般害怕，还提了上次的事也顺利解决了。秦云婷心虚地攥紧拳头，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再说。我心里已然不耐烦，直接打断他，说配合调查就好，很快便会没事。我以为只是简单的问话，可到了警局，警察却没先审问秦云婷，反倒先向我问起了话。夜色沉在警局里，我看着警察将一叠证据推到舒莫言面前，他是秦云婷的亲近之人，也是此刻被警方询问的关键人。秦云婷，那个在旁人眼中看似乖巧懂事的男人，他的所有罪证都是我一点点在网上搜集，靠着无数人的举证拼凑而来。他靠着欺骗富婆的感情骗取钱财往上爬，背地里给竞争对手下毒，还勾结他人去对家公司滋事，做下的亏心事数不胜数，那些罪名写满了纸，
证据厚的超出想象。舒莫言捏着那些证据，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曾说过，秦云婷是人总会犯错，他能容纳他的过错。可面对这样滔天的错，他的眼神一点点涣散，整个人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支撑，只剩麻木。良久，他对着警察轻轻叹气，终于开口说他们想问什么，他都会尽数告知。夜色沉落，警局的室内，一场迟来的真相终被揭开。我看着这一切，经历了这场荒唐的落幕，警察们掌握了关键线索，而这一切的突破口是秦云婷最亲密的人舒莫言，就连秦云婷的妻子都不及他与秦云婷的羁绊深。只要舒莫言松口，以秦云婷的心理素质，根本撑不住审讯。果然，警察将舒莫言的证词说出的那一刻，秦云婷彻底崩溃，认下了所有的罪。没过多久，秦云婷被警察押着走出审讯室，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一旁的舒莫言，随即向警察请求，想和舒莫言说最后一句话。警察点头应允了。秦云婷走到舒莫言面前，猛地跪倒在地，苦苦哀求，让舒莫言救他，帮他找律师，他不想进监狱。舒莫言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只是冷冷质问，若是他没做那些错事，又怎会落得这般下场？他为了秦云婷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可秦云婷却这般辜负他。越说越气的舒莫言上前揪住了秦云婷的衣领，一遍遍质问他，明明说过害怕，说过没有他不行，为何要骗自己？他都为他做到这般地步，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秦云婷还在嘴硬狡辩，警察连忙拉住情绪失控的舒莫言，现场一时混乱不堪。舒莫言质问秦云婷的那些话，何尝不是我想质问舒莫言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看着他们这般互相撕扯，狗咬狗的模样，倒也算是解气。疗养院的日子，我关掉手机，看着调查消息，心里没半点波澜。眼下只想好好做康复训练，把身体养好。日子一天天过，我拼了命训练，想恢复所有能力，事业也没放下，一直和老合作伙伴联系。我的身体慢慢好转，行动上看着已经和从前没两样了。我从没想过舒莫言还会来找我，他是曾参与算计我的人。此刻拎着营养品和花束站在病房门口，我看着他，只觉恍如隔世。他看着格外拘束，人瘦了一圈，眼底两道乌青，憔悴得很。他局促地站了许久才开口，我听着他的问候，只觉得好笑，便带着几分阴阳怪气回应，说自己终于摆脱了他和秦云婷的算计，如今能走能跑，吃的也香。秦云婷是和舒莫言一起算计我的人。舒莫言听了我的话，没半点反驳，眼神里的愧疚更浓了，还说秦云婷已经被查，结果很快就会出来，希望能让我解气。我语气依旧冷淡，问他是不是来求我放过秦云婷的。他听完急忙摇头，接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瞬间落了下来。我在疗养院养伤的日子过得缓慢又煎熬。那天舒莫言找到了这里，他是曾经被秦云婷蛊惑，多次对我造成伤害的人。他不是来替秦云婷说情的，是专程来求我原谅的。他说自己当初鬼迷心窍，被人蛊惑着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满心愧疚，日夜难安。为了求我谅解，他甚至用自残的方式想要体会我承受的痛苦。他跪在我面前，说想留在我身边照顾我一辈子，用余生来赎罪。可我只觉得无比荒谬。秦云婷是害得我家破人亡，身体落下终身残疾的始作俑者，而舒莫言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我怎么可能和一个毁了我整个人生的人共度余生？他见我不肯松口，哭着不停长乖自己，说只要我不原谅，他就一直跪下去，一直赎罪。但他根本想不到，离开疗养院没多久，他就被执法人员传唤了。被关押的秦云婷很快供述了全部真相，是舒莫言帮他做伪证，一同构陷我，冤枉我。秦云婷身上本就背负着多起严重案件，甚至害过人命，这次数罪并罚，得到了应有的终极惩罚。舒莫言也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要在监禁中度过数年的悔改时光。就算他将来重获自由，余生也会在巨额的债务和赔偿中度过。大仇得报的那一刻，我没有想象中的畅快，过往的伤痛刻得太深，我已经没力气去感受所谓的快意。接下来的日子，我只有一个目标，在这段漫长又艰难的康复期里，我咬紧牙关，每一天都拼尽全力做康复训练。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走完我剩下的人生。从最开始艰难的撑起身子，到后来慢慢学会行走，再到最后能健步如飞，我走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数不清的汗水与坚持。我心里一直清楚，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能从容面对未来所有的挑战。整整半年，我终于彻底恢复了行动能力。那一刻，我仿佛获得了新生。我联系了曾经的合作伙伴，他们始终相信我的能力与潜力，愿意和我并肩作战。我们一起敲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拉来了投资，决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公司的创立中。我给公司取名叫之梦，寓意着知晓梦想，追寻梦想。它就像我这场浴火重生的人生。公司初创的日子里，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与挑战，但靠着团队的智慧和努力，我们一一跨过了这些难关，慢慢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5年之后，我的公司终于迎来了上市发布会。站在发布会的现场，面对着台下无数媒体和投资者的目光，我的心里满是难以言喻的自豪与激动。有记者问我，一路走到现在，最深的心得是什么？我只淡然地说了一句，痛苦到极致，让我涅槃重生。这句话既是对我过往所有经历的总结，更是我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如今看着自己打拼出的一切，我的心里满是感激与满足。美好的生活就在我的脚下，而我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去迎接未来更多的挑战和属于我的幸福。秦云婷是当初倾覆李家的主谋，如今他已入狱，不日便会执行死刑。舒莫言是秦云婷的同党，也已锒铛入狱，就算日后刑满出狱，也会陷入无尽的债务之中。张叔
是我们李家的老管家，陪着我父母打拼了大半辈子，对李家始终忠心耿耿。我之前受过重伤，哪怕到了现在，活动久了还是需要轮椅辅助出行。那天，张叔推着我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压低声音跟我汇报近况。他说已经联系上了当年李氏的老股东，还有我父亲的几位挚友，大家都愿意出手帮我。只是话说到这里，他迟疑了片刻，还是低声跟我说出了背后的隐情。当年秦云婷在商圈里安插的眼线，至今还没有被彻底除掉。第二天，海城的各大自媒体突然铺天盖地放出针对我的黑稿，标题满是恶意，字字都在抹黑我与织梦集团，舆论瞬间哗然，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对我口诛笔伐，织梦集团的正常运转被打乱，几家合作方更是提出要暂缓合作事宜。张叔为此急得团团转，看着我云淡风轻的模样，满是焦灼。我坐在办公桌前，一页页翻着那些刻意捏造的黑稿，嘴角反而勾起一抹浅笑。幕后动手的赵天成急了，人越是慌乱，露出的破绽便越多。我当即决定，下午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当年秦云婷、舒莫言联手设计害我家破人亡的证据悉数公开，再把赵天成当年落井下石的罪证一并实锤。张叔闻言愣住，担忧此举太过激进。我只冷冷一笑，本就是他想让我身败名裂，我不过是以牙还牙。他拼命想遮掩的丑事，我偏要当众扯下他的遮羞布。我喊住正要离去的张叔，又吩咐他将赵天成非法侵占李氏集团资产的所有证据全部递交经侦大队。张叔再无犹豫，转身立刻去落实我的安排。下午，织梦集团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我站在台上从容笃定，将舒莫言与闺蜜的录音、秦云婷欺辱我的视频、赵天成与秦云婷的资产交易合同，还有父母被逼离世的调查报告，逐一投屏展示。全场瞬间死寂，随即爆发出汹涌的议论声。此前抹黑我的媒体尽数哑口无言，赵天成的卑劣行径被公之于众。我对着话筒铿锵道出多年来舒莫言、秦云婷对我的迫害，以及赵天成在背后的推波助澜，表明此事已交由相关部门处理。发布会落幕之际，经侦部门依法传唤赵天成，冻结其违规资产。他全然没料到我出手迅猛，精心策划的舆论攻击非但未伤及我，反倒引火烧身。当晚他焦头烂额，四处疏通关系，昔日依附他的势力却纷纷避之不及。他终于认清我早已不是任人欺凌的模样。此事也牵连到舒家医疗。舒莫言的父亲舒振邦眼见家族声誉崩塌，带着礼物登门，想求我放过舒家。我坐在办公室桌前，神色平静地望着面前卑躬屈膝的男人。他是舒莫言的父亲，舒家医疗的掌权人舒振邦。此刻的模样与当年逼我和舒莫言离婚时的嚣张跋扈判若两人。他落到如今这般境地，本就是咎由自取。舒振邦满脸讨好，妄图用舒家的医疗资源并入织梦集团为条件，求我高抬贵手，还谎称舒家也是被人蛊惑的受害者。我内心毫无波澜，当年他女儿舒莫言伙同秦云婷害我家破人亡，这笔血海深仇从无轻易了结的道理。舒振邦见我态度坚决，脸色瞬间一变，急切追问我的底线。我缓缓放下手中茶杯，直视着他的双眼，语气平淡却不容置喙。我向他提出3个条件：一是交出舒莫言当年构陷李氏集团、勾结秦云婷的所有原始伪证；二是舒家全部医疗产业由织梦集团无条件托管5年；三是公开向我和逝去的父母致歉，澄清当年所有真相。唯有做到这3点，我才会放过舒家，不再追究其连带责任。舒振邦作为舒家医疗的掌权人，面色铁青，对我提出的条件满心抵触，却又不敢拒绝。他清楚唯有织梦集团能救舒家，权衡蛰伏与生存后，终究选择妥协。他回去后立刻发布声明，向我逝去的父母公开致歉，将舒莫言逐出舒家，还把舒家所有医疗产业无偿交由织梦集团托管5年，舒家仅能分红，无权干涉核心决策。这则声明引爆海城商圈，织梦集团就此手握医疗王牌，在商圈中占据绝对优势。我整合李氏遗留资产、舒家医疗资源与老股东的人脉资金，布局新能源、医疗科技、数字经济3大核心板块，步步踩中市场风口。不少老牌商圈巨头妄图打压织梦集团，垄断市场，截断供应链。我凭借缜密布局与商业头脑，一次次化解危机。价格战里，我用高性价比产品抢占市场；供应链封锁时，我提前布局海外渠道破局；恶意收购时，我以股权回购联合资本反击，让对手悉数铩羽而归。3年磨砺，织梦集团终成海城顶尖商业巨头，站稳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3年，我始终铭记父母教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不曾忘记当年相助之人，出资为老家修建养老院与学校，为邻里提供就业岗位，向疗养院捐赠医疗设备，帮扶残障患者康复，也为老股东们送上丰厚分红，让他们安稳度日。狱中的舒莫言得知我功成名就，织梦集团即将上市，彻底崩溃。他接连写信忏悔罪行，祈求我的原谅，我却将所有信件丢进碎纸机，毫无半分留恋。背叛的伤痕无法磨灭，再多忏悔也换不回父母与我逝去的时光。他的余生只能在狱中为自己的恶行赎罪。我斥资修缮李家祠堂，将母亲的骨灰妥善安放，终于弥补了当年的遗憾，让亲人得以安息。在一场公益晚宴上，我遇见了林清代，她是当年家中为我安排的商业联姻对象，如今已是一名温柔善良、独立坚韧的公益律师。时隔多年再度相见，她的模样与心境早已焕然一新。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副会长赵天成。听到这个名字，
我思索片刻才反应过来，赵天成就是当年靠着吞并李氏资产，才一步步爬上高位的人。想到这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指尖轻轻敲击着轮椅的扶手。当年我父母待他不薄，他却在李家落难时落井下石，这笔账该算了。我让张叔通知所有愿意帮忙的老伙计。3天后，我在京城私人会所见他们，正式启动织梦集团的筹备工作。而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拿回李氏当年被抢走的核心资产。张叔听到我的决定，眼里瞬间闪出激动的神色。这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等了太久，现在是时候把所有旧账一笔一笔彻底清算干净了。3天后，京城私人会所包厢里坐满了鬓角染霜的老者，他们都是当年陪着我父亲创立李氏集团的开国元老。我是李知远，李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我一步步走进包厢，稳稳站在众人面前，看着我出现，元老们纷纷起身，眼眶泛红。为首的魏老是这群元老里年纪最长、资历最深的长辈，还有张叔，都是当年跟着我父亲打拼江山的核心老部下。他们跟我诉说着这些年的经历，我心里无比清楚，若没有他们拼死守护，李氏集团早就被人吞噬得一干二净。这份恩情，我李知远永远铭记。我抬手压下众人翻涌的情绪，用沉稳的语气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李家没有完，我李知远回来了。我召集大家，不是为了叙旧，是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整海城商圈，清理那些蚕食李氏的蛀虫。说着，我将一份厚厚的计划书推到桌中央。计划书里详细标注了秦云亭、赵天成这2个非法侵占李氏资产的人的完整证据链、资金流向，还有我规划的织梦集团上市路径与业务布局。我的计划分3步走：第一步，收购李氏当年被低价变卖的子公司；第2步，彻底截断赵天成的资金链；第3步，揭露他全部的违法事实，送他入狱。整个过程必须快、准、狠，绝不给他们任何反扑的机会。老股东们看完计划书里缜密的布局，纷纷点头认可。魏老颤颤巍巍地站起身，通红的双眼满是激动与认可。他觉得我有我父亲当年的风范，在场所有人都愿意听我的调遣，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这场秘密会议正式拉开了我与反派残余势力殊死较量的序幕。我旗下织梦集团上市的消息像惊雷一般在海城商圈彻底炸开。5年前我成立织梦集团时，海城所有人都觉得这不过是家不值一提的小公司，哪怕我是李氏集团的独子，他们也只当我是个成不了事的废物。可没人想到，5年时间，织梦集团一路壮大，如今成功上市。这份成绩也让有些人彻底坐不住了。赵天成，赵氏公司的掌权人，此刻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狠狠将手机摔在地上，面色铁青。他怎么也想不到，秦云亭死前说的话竟然真的成真了。他怒骂我这个废物，敢成立公司跟他作对，是不知死活。站在他身边的是赵氏公司的专属助理，正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字斟句酌地开口汇报情况。助理告诉赵天成，我联合了李氏集团的老股东，资金雄厚，而且我出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旗下的李氏电子子公司。这家公司是当年他们低价从秦云亭手里收购的，如今是他们最核心的现金流来源。听完汇报，赵天成目光阴滞，开始盘算接下来的动作。他转念就想到，秦云亭虽然不在了，可舒莫言还在狱中，舒家的势力也还在。舒莫言，舒家的核心人物，如今身陷牢狱，可舒家依旧手握大量医疗资源与人脉。赵天成打定主意要联系舒家的人，他要让舒家出面搅局，通过媒体放话，说我心胸狭隘，一心报复舒家，要把我的舆论彻底搞臭。他的算盘打得很精，舒家也确实愿意出面帮他打压我，但他不会知道，如果他以为靠这点舆论攻击和人脉阻挠就能让我知难而退，那他实在是太低估我的决心了。那场公益晚宴上，我和他聊起过往，没有半分尴尬，只剩相见恨晚的默契。他敬佩我绝境里的坚韧，我欣赏他骨子里的善良。相处日久，我们走到了一起，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他懂我的伤疤，疼我的遭遇，更始终坚定支持我的事业。1年后，我和林清代举行了婚礼，没有铺张排场，只邀了亲友和老股东，简单却满是温馨。站在婚礼台上，看着身边笑靥如花的他，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曾经被彻底摧毁的人生，被我重新拼凑完整，甚至比从前更加圆满。婚后我们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我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陪孩子长大，陪妻子看遍山河。闲暇时带着家人远离商圈喧嚣，享受平淡幸福。我打理的织梦集团稳步发展，成立慈善基金会，投身公益，帮扶困境中的人们，完成了父母未尽的心愿。曾经的黑暗早已烟消云散，化作我人生最珍贵的阅历。夕阳下，我牵着妻子的手，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嘴角满是笑意。往后余生，岁月静好，安稳无忧，这便是我历经生死换来的最圆满的结局。